弹丸之地，也敢犯我龙国边境！从今日起，龙国将东进3000里，此其为界，越界者杀无赦！我不会放过你，撤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龙殿之主宋清源策定乾坤，推将3000里，镇杀世敌，以兴社稷，诏封镇武侯，钦此。臣领旨。皇化让我即日起，班师回朝。是。拜见楼主。起来吧。当年国主派人来边境，赐封我为镇武侯。我班师回朝，途中遭遇倭国奸细暗索，隐士6年。如今局势如何？您6年未归，那些魑魅魍魉早就坐不住。龙殿对外全程您闭关修炼，尽量减少公开露面。国主虽一直配合，每年仍有各种赏赐封到龙殿，但仍引起了各大世家的怀疑，猜测您已不在人世。这2年辽北郭家崛起，迁入燕京，其背后的黑龙军也如日中天。如此说来，我回归的时机刚刚。国主得知您回来，高兴到要公开为您举办出关宴。出关宴不急，我自会跟国主商议。喂，风先生，请问你到燕京了吗？我们见一面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明天见。四少，你看，那谁啊？听说凤家大小姐在武城的时候被一个开出租车的男人给缠上了，没想到竟然还追来了燕京。一个开出租车的野男人，也敢跑到燕京来纠缠我未来嫂子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燕京最大的茶馆，最低消费，是你这种穷屌丝能来的地方。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呢。就算你家没镜子，好歹撒泡尿吧。一个在边陲之地开出租车的跑来燕京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凤大小姐那是你能判断？莫名其妙。我告诉你，凤嘉兰是我未来嫂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滚回你的吴城，别让我在燕京再看见你，否则我就打断你的四肢，让你沿街乞讨。打断我4肢，好他的口气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辽北郭家的四公，正宗的皇亲国戚，如今炙手可热的黑龙军郭奉天是他大哥。别说是打断你的4肢了，就算是要你这条贱命，也是他一句话的事。我劝你呀，现在赶紧跪下求饶，否则在燕京小命难保呢。让我跪下求饶，他承受得起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在吴城开出租车的窝囊废，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，过分！你看他，小子，我看你他妈是分不清状况，居然敢对老子的女儿动手！在燕京，我郭麒麟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劝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的女人跪地道歉，不然就弄死你！呸！很好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子今天就让你好看！来人！郭四少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们凤香园什么时候能让这种底层垃圾进来？你们的眼睛要是不一样，我他妈就给你挖了！抱歉，这是我们的疏忽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。保安，来人！我们凤香园不欢迎你这种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等等，是打断4肢，再扔出去。是，还等什么？动手！姓什么？你大哥郭奉天在我面前都不敢
这么称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下次见到我，客气点。四少，你没事吧？东西，最好以后别让老子看见他，否则老子一定弄死他！还不带着你的人滚！站在这儿干什么？看老子笑话吗？滚！抱歉啊，我来晚了。无妨，你约见我有什么事儿？明日就是凤老夫人的寿宴，听说会有黑龙军的大人物出现，还是会为国家撑腰，所以我实在没办法，就想先与你把结婚证给领。黑龙军的大人，正好就会有。什么？啊，没事儿。你我既是国主赐婚，又有圣旨为证，结婚是迟早的事儿。只可惜爷爷去世的早，这封圣旨又从未公开过，凤家也不认。但愿明天的寿宴能够顺利的解除婚约。放心，明日寿宴我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。只是与我结婚领证，你可考虑清楚。当然。大小姐，凤老夫人有请。你陪我一起。大小姐，凤老夫人只见您一人。没事，你先去吧。那你先进去，我一会儿就下来。这是谁呀？怎么穿成这样来凤老夫人的寿宴？不是我们圈子的人吧？穿的跟穷屌丝似的。他该不会是哪个隐士大家的子弟吧？故意穿这么低调？什么狗屁的隐士大家族子弟啊！他就是个开出租车的窝囊废罢了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他今天能来这儿，那是为了攀附凤家大小姐凤家兰，不然就他这种底层人物，只配在武城边陲之地继续开他的出租车。凤老夫人的宴会，他怎么会出现？当然不能出现呀，所以他肯定是偷溜进来的。就算勾搭不上凤大小姐，随便偷2样东西走，也能够他吃一辈子。毕竟今天来参加凤老夫人寿宴的，可都是全龙国最顶尖的名流权贵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呀？跟他共处一室，呼吸同一片空气，我都感觉恶心。就是，快点给我把他赶出去！居然这种贱民还妄想攀附凤家大小姐，真是不要脸！滚出去！听见没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等什么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见到我呀，要客气点。这么快就把我说的话都忘了？怎么，你还想动手打人不成？我打你又怎么样？今天是凤老夫人的寿宴，在座的这些人，那可都是有邀请函的，个个都是贵宾。你有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居然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，威胁贵宾啊！我的确没有邀请函。偷溜进凤老夫人的寿宴，你还真敢啊！简直是找死！我虽然没有邀请函，但是有人请我来。你说什么瞎话呢？这儿谁会邀请你进来？你该不会是想说是凤大小姐邀请你来吧？对，凤大小姐来了。嘉兰，嘉兰，嘉兰，当众求婚，好浪漫。是啊，郭三少手里那个枚戒指，据说是汪贝东二世给王妃求婚的戒指，世上只有1枚。看见了没？这就是你和我们的差距。像你这种1枚背景、2枚身份的底层废物，赶紧滚吧！别在这做白日梦了，还妄想攀附凤家大小姐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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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嘉兰，嫁给我吧。
这可是龙国最顶尖的州小乐队，出场费可是按秒计算的。郭三少居然请过来你凤大小姐回归了。还有是姚经理炮，一炮100多万，这么多炮，郭家真是财大气粗啊！这凤家大小姐和郭家三少可真是门当户对呀，这求婚可真豪横呀！嫁给我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嘉兰现在是我老婆，求婚呢，求晚了。什么？嘉兰，你个贱人，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！凤大小姐居然拒绝了郭三少，和外边的野男人结婚，惹恼了郭三少，得罪了郭家，凤家可要倒霉喽。辽北郭家可是皇亲国戚呀，凤大小姐疯了吗？居然当众打了郭三少的脸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嘉兰，我大费周章的跟你求婚，你却如此的不领情。既然还和这个废物结婚，明显是不把我郭家放在眼里啊！动手背了这个废物。是谁在我凤家寿宴上大意？凤老夫人，你来的正好。凤嘉兰在吴城找了个野男人，现在还和这个野男人结婚了，并且当面拒绝了我哥的求婚。老夫人，这个事儿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别怪我翻脸不认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正式的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宋青云，我的丈夫。凤嘉兰，好大的胆子，违背婚约，背着家族，竟然不声不响的嫁给了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废物。这事不是郭家，不是我凤家，更不是你奶奶。大小姐，这是真的吗？嘉兰呐，不是二叔说你今天是王府亲戚，可是我们凤家的寿宴，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往里带？赶紧给郭三少道歉，说明情况。惹怒了郭家，你是想找死吗？李老，你太生气了。凤家那这臭丫头，她从小就这样，目无尊长。不过你放心，这就把她关进祠堂，罚她长跪不起，让我的老祖先都看看我凤家出了一个多么不孝的子孙啊！我们世家的婚姻呀，岂有你儿戏？你跟他的婚姻，我们凤家不认。什么阿猫阿狗的，也想挤进我们凤家，当我们凤家的孙女婿，你配吗你？嘉兰，你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撵出去！夫人，世家大族的婚姻的确身不由己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过我与嘉兰成婚是凤老爷子临终遗言。放肆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凤老夫人，我有凤老爷子的遗物为证，有没有胡说，我拿出来辨证。正好今天诸位世家权贵都在，也能一起做个见证。我与凤嘉兰乃是国主赐婚。放什么屁！谁都知道龙殿之主郑武侯还在闭关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？龙殿之主郑武侯已经闭关6年，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出现过。要不然的话，龙卫军也不可能销声匿迹。这人真是为了攀附凤家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又是假造圣旨，又是冒用龙殿之主的名头。你确定这圣旨是假的？拿过来。这道圣旨既然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圣旨是假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圣旨到底是真是假？这就是一个伪造的假圣旨。我告诉你，就算这个圣旨是真的，那又如何？在这燕京，我黑龙军说了算。看来郭家有造反之心。我6年不在燕京，这群狼子野心的东西按耐不住。给我把它拿起来。你们居然连圣旨都不认，哼，好大的胆子！凤嘉兰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啊！为了这么一个废物东西，三番两次的和我郭家作对，放肆！凤嘉兰，这郭家3少和4少都说是假的了，你居然冥顽不灵，这制造假圣旨是死罪呀！你居然为这个家伙还连累我们凤家！凤嘉兰，瞧瞧，什么货色带来？大家可以做个证啊！
今天所有的祸端都源自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和我凤家没有丝毫关系。如果说是那么一丁点儿，也都是凤家兰他一人所为。看来凤家兰成了凤家的弃子了。谁让他不识好歹，得罪了郭家？就是放着好端端的郭家三少不嫁，非要嫁给那个穷酸货。佳兰，你看你带回来这都什么玩意儿？凤家人的脸都丢尽了，就这种人都能入我们凤家，你是想把我们凤家百年基业给败光吗？来人，给我把凤家兰关进祠堂。至于这个假冒圣旨的家伙，交给三少处理。且慢，不着急把他关进祠堂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这个废物是如何被我打断四肢扔出去的。动手！龙殿护法朱雀大人到。这可是龙殿四大护法之一的朱雀战神白慧英，他居然亲自来了。据说龙殿之主郑武侯闭关至今，四大护法坐镇龙殿守关。想不到为了凤老太太寿宴，朱雀护法居然亲自来了，真是有面子。凤家怎么会惊动了龙殿的人？事先不知朱雀大人亲临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多包涵。凤老夫人不必多礼，慧英前来都有打扰，还请见谅。怎么样，姓宋的，这下知道我凤家高不可攀了吧？连朱雀大人都因我凤家而来。再看看你，说实在的，你连跟我们家狗抢食都不配。别以为你霸着凤家兰丈夫的位子，就可以攀龙附凤。坐稳！来，朱雀大人，您上座。不必，我今日前来，并非是为了凤家啊，不是为了凤家。什么？朱雀大人不是来给我凤家贺寿的？我就说凤家怎么可能惊动龙殿？肯定是因为我大哥的面子上才。诸位，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朱雀大人乃是龙殿殿主郑武侯的四大护法之一，而今天朱雀大人能前来，肯定是受了郑武侯大人的意思。而如今，凤家早已日落西山，不足以惊动郑武侯大人。我哥说的对，你们都别忘了，我大哥郭奉天是黑龙军首领。这么说的话，朱雀大人是看在郭家的面子上才来凤家送礼。郭家现在果然权势滔天呀！郭大帅深得国主器重，现在就连龙殿之主也要给他3分脸面。三少，我凤家和你郭家联姻，是我凤家三生有幸。佳兰，来，给三少道个歉。夏兰，郭三少看上你，那可是你的福气。从今日起啊，你得要好好的反省反省。改日呢，我们两家的长辈选个良辰吉日，让她嫁过来。你如果再搞什么小动作，别怪我对你这个孙媳妇儿心狠。如今朱雀大人在此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今日在凤老夫人的寿宴之上，这个废物不知天高地厚，伪造圣旨，假冒龙殿之主，还请朱雀大人下令捉拿此人，将其碎尸万段。你让我捉拿他？你让我捉拿他？朱雀大人不会捉拿他。凤家兰，你是不是脑子不清醒？到现在都搞不清是什么状况？就凭他伪造圣旨，假冒龙殿之主，朱雀大人别说是捉拿人了，就是把他斩杀于当场，那不为过。我不妨告诉你，我就是龙殿之主。他居然说他是龙殿之主，这人怕不是脑子有病吧？就是朱雀大人在这儿，他还敢冒名顶替。众所周知，真武侯大人闭关多年，怎么吹牛都不打草稿了吗？把在座的都当傻子了吗？啊！我看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凤家兰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可知道这伪造圣旨、假冒龙主，可要株连9族，是死罪呀！给我把这个废物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再任他这么胡说八道下去，凤家的寿宴败坏完了。凤家想要对我动手，你们不配。好大的口气！凤家不配，那不知道我郭家配不配？郭家
也不配。谁这么大的口气，连我郭家也不放在眼里？拜见黑龙军首领，拜见郭大帅。郭奉天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龙主怎么？放肆！看见我大哥来了，还不赶紧跪下拜见啊！小子，这是你该坐的位置吗？给我滚下来！这个声音是头桌首座，只一人之上，权势滔天的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这么确定我的权势地位不在郭奉天之上？住口！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竟敢在我凤家的寿宴上胡言乱语，冲撞贵宾！郭大帅，您息怒，还不赶紧把他弄出去！佳兰，你个死丫头，你是要害死我凤家？大小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要是早点给家里商量，也不至于会弄到这里进退两难的地步呀。怎么，你们凤家害怕了？大哥，就是这个臭小子，不仅伪造圣旨，而且还和凤家大小姐说有婚约，对我们郭家不敬，现在对你也不敬。你看，哎，我们是多年没见啊！我这两个兄弟呢，不懂事，冲撞了你，还请望见谅。郭家还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！你欠了我，都能挺直腰杆站着跪不跪？您说笑了，我郭奉天一向以你为尊，是吗？朱雀，告诉我，什么才叫以我为尊？是。朱雀拜见龙主。朱雀拜见龙主。他是龙主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呀？他不就是吴成一个开除尊上的窝囊废吗？他怎么能是龙主啊？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难怪老爷子要为大小姐定这么一桩婚事，临死都放不下。这嘉兰和鱼店支柱成婚，妈，这可是好事呀！对，那自然是好事了。孙女婿，你能参加我寿宴，我呀太高兴了。龙主，这是我按照您的吩咐，以凤大小姐的名义向凤老夫人献的贺礼。宋代松鹤延年图一份，国茶母树大红袍一斤，至尊祖母绿手镯一对。龙主，国主这些年赏赐的礼品，我都收在库里，这3件便是从库里挑选的。挑得不错。国主曾言，龙殿之主镇武侯，一言可兴国运，一举可平四方，是龙国的脊梁，任何人都休想越过。国主谬赞了，回头我亲自跟国主谢恩。郭奉天现在知道什么叫以我为尊了。这来者呀，皆是客。你们2位能参加我的寿宴，那我们凤家是蓬荜生辉呀。是啊，郭大帅，之前都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。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郭大帅，来，您上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与嘉兰，那自然你们是天生的一对了。又是国主赐婚，我们凤家岂敢不从？至于嘉兰跟郭家的婚约，当场作废。你凤家别后悔，有什么可后悔的？你郭家是权势滔天，可能大过龙殿之主吗？啊，侄女婿，这放眼整个龙国，谁也没有你大，是吧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你千万别介意，我们家嘉兰能嫁给你，那是她的荣幸。老四，你说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能嫁给青云啊，那是我凤家烧了8辈子高香。这老头子呀，临终前就惦记着你跟嘉兰的婚事儿，你们2个成婚呀，也算圆了他的遗愿。那凤家是同意我和嘉兰的婚姻？当然同意啦。嫁给您龙殿之主镇武侯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谁要是不干，我第一个跟他拼了。好，礼已送到，我和嘉兰就先告辞了。慢着，郭大帅还有何指教？众所周知，龙殿之主
郑武侯正在闭关，而你说你是龙殿之主郑武侯，你就是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朱雀大人都当众承认了，而且还有那些御赐之物，这秦人家就是，若不是龙殿之主郑武侯闭关，导致龙武军沉寂无声，国家的黑龙军哪有机会崛起？还有，我可听说郭大帅也是从龙殿出来的，想必也见过龙殿之主。如今龙殿之主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却认不出来，看来国家真的是谎话连篇。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？还真以为你们凤家攀附上了龙殿之主郑武侯不成？没想到你们凤家的人居然愚蠢到如此程度。朱雀大人送来的御赐之物的确是真物，其目的就是要坐实他就是龙殿之主郑武侯。郭大帅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呢？你的意思是朱雀在帮我掩护，我不是龙殿之主？没错，你的确不是龙殿之主。郭奉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他明明就是龙殿之主。朱雀大人，我知道你有任务在身，帮他冒充龙殿之主郑武侯。我想问一下各位，截止到目前，谁在公开场合见过郑武侯？就是这样，这6年来，龙殿之主都在闭关，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。家中长辈面见国主时曾经见过，不过都是视频画面，没有见过真人。难道传言是真的？龙殿之主早就死了，国主怕大家哗变，一直谎称龙殿之主就在闭关。我知道了，大哥，你是说这小子是个冒牌货？假的，国主为了以防民心，引起哗变，才这样做。没错，所以朱雀大人不公开揭穿他，而且还坐实了他的身份。我郭奉天怎么会向一个冒牌货下跪？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我郭家黑龙军如日中天，就算这龙国有什么哗变的话，想必我大哥也能轻易摆平。没错，要不然你们以为国主这2年为何重用我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难怪朱雀大人要坐实他的身份，原来是国主安排的一个冒牌货。我就说他一个开出租车的穷屌丝，怎么会来燕京呢？原来是国主安排的。好啊，原来我们这些人差点被他给骗了。你们胆敢妄议龙主的身份！朱雀大人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事到如今，你也没有必要隐瞒他的身份了。郭大帅，您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宋青云手上有圣旨为证，以及朱雀大人亲口承认，还有这些御赐之物，所以光凭您的一面之词过于武断。所以，您是否有证据证明我的丈夫是冒牌的？嘉兰说的对呀，郭大帅，你有何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郭大帅，您这是何意？想必你们也知道，我也是在龙殿里待过的人，这龙殿殿主我也认识。我之所以说他是冒牌货，是因为国主亲口告诉我，郑武侯重伤，命悬一线。要这么说的话，郑武侯他是早都死，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原来如此，郭家本来就是皇亲国戚，这2年国主委任重任，权倾朝野，这郭家就是龙国的第一世家，而我们凤家已是名不副实了。宋清云，你本事不小啊，把我们这群人玩得团团转。大帅，今天要不是你眼明，我们这群人全都被他蒙在鼓里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他那一个穷酸样，怎么可能是龙殿之主呢？啊，你原来是一个冒牌货呀！啊，告诉我，这笔账我们凤家一定给你算清楚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查一下他的真实背景。不必调查了，我知道他的身份。他就是在边陲之地吴城开出租车，攀附上了吴城第一世家夏家千金，结果被扫地出门，离异，还有个儿子。再后来又勾搭上了凤家大小姐。
他也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。要不是被国主看上，成了一个冒牌货，恐怕他连在燕京待的一席之地都没有。我就说嘛，就你这个窝囊废，还能当什么龙殿之主？不就是个冒牌棋子吗？居然还敢在我凤家寿宴上大放厥词，顶撞贵宾！凤佳兰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废物，背叛家族！三少，如果你还认那个婚约的话，我立刻把凤佳兰嫁给你。小叔，你们凤家竟然敢出尔反尔！刚刚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明明承认了我和佳兰的婚事。你给我闭嘴！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这个冒牌货！三少，我们凤家呀，还是希望和你们郭家联姻。老子的婚礼是你说结就结，说毁就毁的吗？啊！还有你这个贱人，我当众向你求婚，你却当众让我出丑。很好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喂，从现在开始，郭家终止和凤家的一切合作。小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帮凤家越王后难。老春儿，哥，你别胡闹。大哥，慈不找兵啊！你现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？这都是他们凤家咎由自取。冯老夫人，我这2个弟弟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，我管不住你，告辞。哎呦，大帅呀！大帅，郭大帅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这下可糟了，咱们凤家惹不起郭大帅呀！喂，师爷，不好了，合作方突然发来解约通知。什么？三少，咱有话好好说嘛！你这样的话，我凤家不出1个月就彻底垮了。那你就记住了，这就是你们凤家入我郭家的下场。哎呦，郭少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凤佳兰，这一切都是由你引起的。如果不是你胡搅蛮缠，凤家会落到如此地步吗？佳兰，你身体里流淌的是凤家的血液，可不走往外拐啊！你这个废物，你得罪了郭家，把我们凤家逼到如此的地步。你现在马上跟这个废物离婚，求得郭三少的原谅，也许还有一丝商量的机会。难道你要把我们凤家100年的基业全部毁于一旦吗？那毕竟是老爷子的临终遗愿，又有圣旨为证。你给我闭嘴吧！你只不过是凤家来的奶妈，你有什么权利在这说话？当年我们凤家鼎盛煊赫，没有怕任何人。现在我们凤家就是要靠郭家这份助力嘛。凤佳兰，凡事要以家族利益为重，这一切是由你引起的，就由你来解决。否则的话，收回你所有的股权和财产，而且将背负凤家千古罪人的骂名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应跟郭有春的婚事，是你们一意孤行。我手里的这些东西是我爷爷留的，你们休想拿走！好你个凤佳兰，这被顶嘴了，你看我不打了！有我凤青云在，凤家不会有事儿。你这个冒牌货，害得我们凤家还不惨吗？你还现在待在这干什么？你还不赶紧给我滚！既然你们说我是冒牌货，那这些御赐的礼品，你们凤家也不配。带回龙殿，收回库里。是。我们走。你这个冒牌货，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了？哼，凤佳兰是你从小带大的，你现在是和他最亲了。现在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让他跟那个冒牌货分手，再去给郭少赔礼，否则的话，连你一块我滚出凤家。
龙主，那郭奉天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说您是冒牌货！郭奉天有谋反之心，你派人盯好郭家，顺道查一查黑龙军是怎么崛起的如此之快。龙主放心，当年我班师回朝，途中遭遇倭国奸细暗访，所使用阿扎招数为倭国阴术，后来你们却始终没有抓到此人。我曾与你聊起过此事，那时候怀疑是凤家，可如今看来，郭家才更有可能藏匿奸细。这么说来，郭家与倭国勾结，兹事体大，不能全凭猜测，一定要拿到相应证据。是。喂，想什么呢？孟青云，你到底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，还是国主手中的冒牌货？怎么，连你也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？没有，你误会了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我的。我原本以为当众打开那封圣旨，又有朱雀在场，能够力压郭凤两家，让你有机会脱颖而出，这样凤家便不敢对你逼迫打压。可谁想到郭奉天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无妨，我自有办法。国内的产业凤家已经没有了退路，但国外那么大，我就不信郭家还能把手伸到国外去。开展国外业务，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，只要能与他们达成合作，凤家自然能走出困境。我手上的资产可以翻上50倍。凤家那些人，徐嬷嬷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大小姐呀，凤家就因为她得罪了郭家，再不想办法，凤家就会因为她被连累倒闭了。嬷嬷，您别怪他，他也都是为了我呀。大小姐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不想让老爷子的心血毁于一旦，你就揣着老爷子留给你的资产跟凤家那些人内斗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的一意孤行，让凤家得罪了郭家，凤家命不久矣啊！徐嬷嬷，您就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可别被这个冒牌货忽悠了，他是没有实权的。徐嬷嬷，嘉兰既然是您一手带大的，那她的眼光和能力，你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。您质疑我可以，但是您怎么能质疑嘉兰呢？大小姐，凤老夫人那边自由我来应付，你和她已经领证结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。宋青云，你若敢辜负了大小姐，我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徐嬷嬷，您多虑了，我答应您，我一定会一辈子对嘉兰好，凤家也不会倒，将来会由嘉兰彻彻底底的当家作主。你倒是会说漂亮话。徐嬷嬷，她没有说漂亮话，我相信她。你说龙殿之主镇武侯没有死？今日我在凤家老夫人的寿宴上见到了他，他还真是命大，6年前中了倭国的阴术，居然没死。不过他离死期已经不远了。镇武侯不好对付，还是让我的人出马。行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别送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哎，宋青云是吧？竟敢假冒龙殿之主，我死期到了。谁派你来的？在地下求个冤枉吧！给我杀！怎么回事？武功为何如此高强？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否则，下场跟他们一样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那便随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倭国阴术，嘉兰，嘉兰，嘉兰，醒醒，嘉兰！朱雀来迟，还请龙主责罚。无妨，我正好有要事要跟你说，你先叫人把现场收拾一下。是。龙主，夫人怎么？
怎么样了？我收到消息，有人想刺杀你，立刻带人前来。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都起来吧。喂，嘉兰是普通人，受了那奸人用阴术自爆的种子，这才昏迷过去。你明日找国主要一颗龙奶丸，给他服下即可。这些人既然是冲我而来，又误伤了嘉兰，我自然要去会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4个大汉应该是倭国之人。当年我班师回朝，路上陷害我之人，与这些人应该都是中田九一的人。中田九一那边，龙殿一直都有监视。当初战败后，他回去被倭国皇帝厌弃，从此改名薛之平，潜伏到燕京。他喜欢去一家名作大御神的麻将馆。这个是关于郭奉天的调查结果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也经常去一家麻将馆玩，也叫做大御神。大御神麻将馆是吗？我明日就不会了。国主说这是国库里最后一颗龙胆丸。等我回去，亲自跟国主道谢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就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徐嬷嬷，麻烦您先照顾家兰，我有点事儿要去处理一下。龙主为何不叫我直接带人拴了此处？我自己先进去，你在门外守着，以防有异动。是。这把归我胡了。夏小姐如此自信。当然了，这把要是我胡的比你大，这天山雪莲就归我了。夏凝玉，他不是在吴城帮洛尘合作签项吗？怎么来了燕京？那如果这把是我胡了，你要是赢了，条件随便你开。好，夏小姐大气，摸牌吧。6四翻，小四喜。到我了。不好意思，夏小姐，9连宝灯88分。你说，绝张牌都被你摸到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夏小姐。如果你想要天山雪莲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就好。只要你陪我。我夏家虽然在燕京排不上什么名号，但是我的男朋友洛尘，他可是燕京第2大世家的少爷。你也敢让我陪睡？区燕京第2世家就敢在我面前嚣张？你知道我这麻将馆背后是什么人？龙月。所以今天就算他洛尘在这里，我也敢当着他的面把你睡。龙殿的人。龙殿？你居然是龙殿的人？来人，请夏小姐去我的房间。我今天倒要尝尝这龙国第2世家洛尘少爷的女朋友到底是什么滋味。住手！哪来的小瘪三儿，敢坏我的好事？宋青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说你是龙殿的人，我龙殿的人跟女人打牌，可不会出老千啊！你居然出老千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麻将馆每天来这么多人，如果每一个输的都说赢的出老千，我还怎么开？而且我怎么会出老千砸自己的招牌？倒是你小子，你会打麻将，就敢坏我的好事？麻将而已，想赢你啊？小菜儿碟，黄口小儿，大言不惭，敢不敢与我打一局？好，可是你拿什么跟我？这里面10个亿，我来陪你打一局。宋青云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打。再说了，这2人麻将属于赌的范围了，会打吗？你放心，你输的钱我都会替你赢回来。不过这个天山雪莲我要。那不行啊，子君病了，需要天山雪莲。子君病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好了，我这儿不是你们叙旧的地方，你想要赢我，痴心妄想。开牌吧。不过你要是敢出老千，我剁了你的手。
当着我的面也敢出老千？小子，有点本事。夏小姐，不如你来替我们摸，你没意见吧？当然。天助我也！大3元，停牌。我出1个亿。我赌我胡的比你大，10个亿，起步10个亿，小子有骨气。疯了吧？这牌你胡什么呀？但是我就赌你没我大。10个亿，我跟。夏小姐，大3元，到你。这么臭的牌也敢跟大御神的老板打，不自量力啊！这下好了，我俩都被扣在这儿了。急什么？才打了1局，敢不敢再来1局？有何不敢？只是你还有钱。这里面还是10个亿。小子，看不出来啊，一副屌丝的样子，居然这么有钱。那我就再陪你打1局。夏小姐，宋青云，你不要再打了。冯老板，是我技不如人，你就放过他吧。一会儿我去你房间等你。夏凝玉，你是不是在担心我？毕竟你是子君的爸爸，而且这一切跟你没关系。你也知道我是子君的爸爸，哪有儿子病了老子不管不顾的道理？黄老板，继续。宋青云，你这是一点都没变过，口出狂言，不知死活。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夏小姐，快啊！黄老板，这一局敢不敢赌把大？如果我胡的比你大，夏凝玉和我输的钱，包括他这个人以及天山雪莲，我全部拿走。但要是我赢了呢？那我把命留下。这家伙疯了吗？居然把麻将打成了生死局！这种已经疯了赌徒，简直无药可救。宋青云，你怎么总是这样，不懂得量力而行啊？既然你要自寻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夏小姐，最后一张发牌。13摇88番，你拿什么赢我？到你了。冯老板，你输了。大4喜，麻将最拿牌。这怎么可能？妈呀，这小子有点本事呀！1局翻盘，居然赢了！我在这里打了这么多年麻将，从来没有见过人能赢了冯老板。赢了，我明了。小子，你出老千！冯老板，你这是输不起啊！我赢了就说我出老千，你带着筹码先回去。那你呢？我还有事。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们！把这小子给我关到地下室，千刀万剐！哎呀，出老千儿还输不起，真没意思。天都快黑了，不如叫你背后的人出来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小子，你敢动我，我背后的人不会放过你。那就叫你背后的人滚出来！我麻将馆背后的人叫林北叔，他的母亲是号称江北地下蛇龙珠，也是龙殿的客卿。你敢动人跟毫毛试试？谁这么大的胆，敢在此处闹事？林老板，您终于来了。林老板，有人在麻将馆闹事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找死！小子，现在我们林老板来了，你的死期到，现在赶快跪下磕头道歉，说不定我们林老板还能饶你。好大的口气啊，林北叔，好久不见。大了你的狗胆！
林老板的名讳也是你教的。林老板就是这狗杂碎，废！瞎你的狗眼！林老板，林北叔，你母亲在我面前都不敢这么猖狂，你手底下的人竟敢这般目中无人。是我教导无方，混账东西，竟敢冲撞宋先生！谁给你的狗胆？宋先生，这位宋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敢冲撞他，简直不知死活！跪下道歉！宋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问你，这家麻将馆平时都是你一个人在打理？啊，对，我在前面打理，林老板在幕后。薛志平跟郭奉天是不是经常来这里打麻？是，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，每次郭奉天都会带着他的兵包下顶楼的至尊贵宾包厢房，一起打麻将。你确定他们只是在打麻将？哦，对，我一次无意中看到他们假借打麻将的名义，其实是在包厢里边偷偷练什么东瀛阴术。那个薛志平还给郭奉天的兵打药。怪黑龙军能迅速崛起，居然是用了倭国阴术来提升战斗力。混账东西，你怎么从没跟我汇报？他们给的钱多，我就没说。龙国与倭国是宿敌，这么大的事你居然隐瞒不报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废物！林老板，我这么多年为你安全马后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林老板。苏先生，我还有一事禀报。说，我无意中听到薛志平和郭奉天他们想吞并三大家族，他们准备办一个什么对，邓军宴，邀请三大家族的核心人员。好大的胃口！喂，青云，大小姐接了通电话，非要起身去找什么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索罗先生，我怕他一个人有危险，你赶紧去一趟。索罗先生，您好。美丽的凤江小姐，你来了，请坐。索罗先生，我曾与您多次沟通，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合作。这是我草拟的一份合同，还请您过目。索罗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抱歉，现在才告诉你，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选中了合作对象。我们不是说的好好的，您说您会选择凤家的呀？我家族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把海外市场的合同项目交给国家。国家？那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和国家合作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大费周章的过来？当然是我请索罗先生把你叫过来的。你呢，要是乖乖的臣服，嫁给我的话，我可以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交给你。郭三少，您说笑了。我若是真的嫁给郭家，不出1年就会被你折磨的。而凤家那几个目光短浅的废物，也只会坐吃山空，最后只会被郭家所吞并。那听你这个意思，是非要嫁给那个废物？很好，不过等你们凤家灭亡了之后，你呀想做我的夫人就怕不配了，最多是情人。妖孽！美丽的凤江小姐，我劝你还是听郭三少的话。现在凤家陷入困境，只有国家能帮你。索罗先生，谢谢您的好意，只是你有所不知，我已成婚，是有妇之夫。那太可惜了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呀。你也看到，我和索罗先生的合作是势在必得。你那点小心思，想扩张海外市场，我就想让你们凤家起死回生。我告诉你，做梦！我会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凤家这座大厦轰然倒塌，这就是你给我戴绿帽子的下场。而从此时此刻起，你们凤家不会再有任何人和你们合作。
到时候我让你跪下来求我，这么坏吗？我岳主任，你无耻，你放开我！滚开！是谁？居然闯我的办公室，简直找死 ！Oh my god！ 居然是你！不是，你居然能徒手丢个子弹！清源，你怎么来了？索罗先生，非常抱歉，这位是我的丈夫宋青云，他不是有意要闯您办公室的，他可能只是担心我的安危。什么？他是你丈夫？你既然敢打我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跪下来给我道歉，我可以饶你。你一个冒牌货，真以为自己是郑武侯吗？就凭你也敢动我的女人，我没废了你已经算是轻的了。你找死！还有你这个贱人，找这么个男人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开出租，而你现在竟还敢跑过来勾引索罗先生，也不怕脏了人家的眼？他宁愿找我一个开出租的当丈夫，也不要你，说明你还不如一个开出租的。这里是我办公室，郭三少难道在我面前要打你？我今天看在索罗先生面子上，饶你一马。咱们走着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那现在可以继续聊一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。勇士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们当然打算与冯家合作，国家在我眼里算不了什么。助理在哪？总裁，现在立刻马上重新去拟一份与冯家长期合作战略合同，按照最高规格拟定。是。勇士，还有你们的夫人，请坐。勇士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。你们早就认识了。丽的冯家兰小姐，你的丈夫很厉害，他曾徒手借子弹，救过我一命。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冯家合作，美丽的冯家兰小姐，请你过目。只要您活着，就会与冯家合作，利润占99%。索罗先生，这份合同你也太吃亏了吧？不亏，他的命啊很值钱。对，我们不吃亏，我的命比你手中的合同值得钱得多。美丽的冯夏兰小姐，你在商业上有任何困难，都可以来找我帮忙，我会为你提供无条件的合作。好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稍等，这是国家给我邀请帖，不久会举办一场灯影院，邀请的是龙国3大世家核心人物以及各国首富。我觉得你这样的人应该可以参加。你把邀请函给我了，那你呢？我既然不与国家合作，也没必要去他们的灯影院。那我成你这个目标。来人！总裁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那位勇士是龙殿之主，他跟冯大小姐是夫妻。国家说龙殿之主已经死了，路面都是冒白货，放出假消息，混淆视听，差点害我出错。通知下去，动用财团所有力量打压国家，帮助冯大兰小姐。是。据最新消息报道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定海外市场合作方为燕京凤家。好你个索罗，既然敢出尔反尔，有没有把我们国家放在眼里？喂？什么？索罗向我国家出手了？他疯了吗？快！去找我大哥！您昨夜派出去的倭国武士
暗杀龙殿之主郑武侯，失败了。想不到这个人还是如此的难缠。丰太君，我在幕后帮着你，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掌控龙国，我也好返回倭国。这个我知道，没有您，有倭国殷术相助，我黑龙军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，我郭家也不会有今天的盛况。我郭家正在全面封杀凤家，在登云宴上，我将宣布吞并凤家，剩下排行老2的骆家以及排行老3的薛家，根本不足为惧。只要吞并了龙国的3大世家，掌握了他们的财力，再加上我黑龙军，那么整个龙国自然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谁？原来是三弟啊！你怎么闯进来了？爸爸，什么？索罗竟然帮助凤家对付郭家？是。好大的胆子！丰天君，此人不除，必成大患。这次我派出第一杀手。好，希望这次不要失手。登云宴上，凤嘉兰必定带着他一起出现，到时候就地斩杀。陆晨，但愿带我出席合适吗？当然合适了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带你认识燕境的权贵，走上更高处，不好吗？挺好的，只是什么？你还在担心子俊吗？你不是已经拿回了天山雪莲，子俊运已经好了？还是你在怪我没有及时回燕京，替你拿到天山雪莲？没有，陆晨，你想多了。凤大小姐来了，她身边这位不会就是冒充龙殿之主的那个冒牌货吧？夏小姐，没想到会在燕京遇见。凤小姐，子君的病好了吗？多谢你送的天山雪莲，宋青云，我可是听说你是靠着国主的钦点，还有假的龙殿之主，才拥有今天这一切的。夏小姐这么关心我，把我的事儿打听得这么清楚，谁关心你？那我是什么地位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早点认清自己，别到时候没回头路了。这就不劳夏小姐费心了。凤小姐，今日登云宴前来之人，不是龙国3大世家的核心人物，就是各国首富。你带这么一个冒牌货前来，不合适。没什么不合适。洛尘，你不过是洛家的一个私生子而已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？洛少说的对，我们郭家举办登云宴，所邀请之人皆是名流，像你这种身份低贱之人，怕是连邀请函都没有，根本就不配进去。谁说我没有邀请函啊？你怎么会有邀请函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给他的。郭三少，我的邀请函在这里，请问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走吧，我们进去。一对奸夫淫妇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封家早已不复当年盛况，凤大小姐居然宁愿得罪郭家，也要选择跟这个废物在一起。难道他不是冒牌货，还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？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我昨晚没休息好，想太多了。我们也走吧。夏小姐说是你帮她拿到的天山雪莲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昨天办事的时候刚好遇见他，顺手帮了一把。你放心吧，我对他没有旧情复燃，只是因为她是子俊的妈妈。如果可以把你儿子的抚养权拿回来，我不介意给他当后妈。今日登云宴，大哥怎么没来？这种小事儿不需要大哥亲自出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郭家的登云宴。哎，郭三少，你这是哪儿的话？能来参加郭家的登云宴，是我薛家的荣幸。
郭家权倾朝野，万人之上，能够赴宴，是我若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诸位，今天能来我郭家参加登云宴的，都是权势顶级。在这儿呢，我长话短说，也不拐弯抹角了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龙城有3大家族，第一大家族就是凤家，而如今的凤家早已名副其实，所以我郭家在此宣布吞并凤家。不知道诸位有何异议吗？去吧，三少。凤家虽不如以前风光，可好歹也是个世家。当然，你们郭家才是龙国的第一世家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。可是，你也别吞并。哎，三少，咱们商量一下，能不能不吞并我凤家？你看，我凤家几百年的基业可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你说，只要连名都改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我的老祖宗啊？当年你凤家侮辱我的时候，你可有想过今天我也不为难，让你的宝贝侄女今天当众跪下来给我道歉，我可以在燕京留你凤家一条生路。凤家兰，这一切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凤家会落到如此田地吗？过来，跪下，三少道歉，快！想让我跟你下跪道歉是吗？做梦！我凤家兰已经与世界首富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了海外合作，郭家想要吞并凤家，还是没这么简单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凤家如何起死回生。还有，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压我郭家，你看我郭家像有事的样子吗？这罗斯柴尔德家族可是世界首富啊，照理说这郭家不应当有还手之力啊。你怕不是忘了，人家郭家的二小姐可是嫁给了龙国首富沈家，有沈家的全力相助，索罗先生在咱们龙国境内被全面压制，现在怕是自身都难保。原来如此。凤家兰，你真以为和索罗达成了海外合作就能破局了吗？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乖乖跪下来给我道歉，少在这儿做白日梦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跪下道歉，你是想亲眼看着我凤家彻底毁灭吗？凤大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跪下给我哥道歉，好歹给凤家留下一条生机，让凤家能保留名字呢。郭家不过是新起之秀，这2年才迁入燕京，而凤家辉煌100年，底蕴深厚。郭家想要吞并凤家，你们吞得下吗？还妄想成为龙国第1大世家？宋青云，这里是我郭家的登云宴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凤家兰今日是代表凤家而来，宋青云是我的丈夫，他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，更是凤家的意思。你是凤大小姐丈夫，那个冒牌货，一个冒充龙殿之主的赝品。我听说呀，他专门吃软饭，天天骗那些富家千金。之前在边陲之地的吴城开出租车，哎，听说他还离过异，还带了个娃。那看来这凤大小姐对他迷得神志不清，刚刚还拒绝郭山少的求婚，非要跟这个窝囊废在一起。难怪这郭家一气之下要吞并凤家呀！现在凤家大小姐和那个冒牌货沆瀣一气，惹得人家郭家现在针对他们，这下凤家可是要玩完喽。凤家兰，你胆子不小啊，居然纵容这个冒牌货，还和他搅和在一起。我看你就是存心想让我凤家毁灭，跪下道歉！让我给他道歉，这辈子都别想。唉，听凤小姐这个意思，是不愿意我郭家收购你凤家了。三少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凤家就此一分为2，他凤家兰造的孽，你去惩罚他，可别牵连我们凤家。算你这个老头子识时务了。看清楚了上面的招股合同啊！我呢，可以保留你凤家最后一丝血，不过至于他，你懂的。
你的暗号，扔死里，让你给郭少爷跪下道个歉，你不肯。那好，把这合同签了。小叔，你是疯了吗？我才是爷爷当初对外公布的继承人。我若是签了这份合同，整个凤家都会被他所并购。你以为他会放过你那边吗？你少废话，我们凤家已经一分为二了。他现在要收购的是你那一半，和我无关。快签！小叔，我是不会签的。你想要吞并凤家是吗？尽管放马过来。凤小姐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燕京郭家、龙国首富沈家、骆家、薛家以及海外3鼎集团共同筹集1000亿资金，即日起在燕京形成企业联盟，扶持燕京企业。这郭家呀，不仅得到龙国首富沈家的鼎力相助，还拉到了势敌倭国3鼎集团的支持，其总资产在全球已超万亿。难怪这郭家敢直接吞并凤家，成为龙国第1大家族啊！原来是有所准备啊！要是凤家不服从郭家的话，恐怕只有破产一条路可以走了。原来今天来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各国首富站队啊！不过跳梁小丑，还想吞并凤家，痴人说梦。宋青云，你不过是个冒牌货罢了，商业上的东西你根本就不懂，别在这胡说八道，惹了凤小姐。宁玉说的对，像你这种1没能力、2没身份背景的人，赶紧滚到一边去！我家沙帽好像出了油矿，我得回去处理处理。我家的猫好像还没喂呢，各位。哎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邓玉院如此热闹，怎么能少得了我罗斯柴尔德家族？索罗先生，你不是说没有时间参加我郭家的生云宴吗？郭家势力雄厚，居然能看出我家族财团聚集，所以我临时改变主意，前来参加邓云宴。那我在此欢迎索罗先生，请。怎么办，青云？索罗先生竟然打飞我，不一定啊，难道你有办法？等一会儿就知道。凤家兰，我说过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们凤家在你眼前轰然倒塌，还有，我会让你跪下来，任由我为所欲为。如今，索罗先生大力支持我郭家，而你们季家必死无疑。你是吗？索罗先生，我需要你现在向凤家提供500亿的资金资助。你刚刚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他向索罗先生要500亿的资金，真是笑死我了呀！我就说这人脑子是有问题吗？人家索隆先生的家族可是世界首富，接触的可都是各国首脑级别的人物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有事，美丽的凤家兰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代表罗斯福尔家族向凤家提供500亿资金资助。索罗先生，你难道要和我郭家为敌吗？那，绝对当不上。这500亿是一个勇士，一个面子，他难得开口让我帮忙。就算你向凤家资助了500亿资金又如何？我们郭家照样能吞并凤家。这也就是你现在的手段了吧？那接下来，谁还会问你借钱？索罗先生能够前来帮忙，嘉兰十分感激。我还能向我丈夫要到钱。算了吧，他一个冒牌货，穷的叮当响，你管他要钱？我看你就是被这个废物忽悠的脑残了。我呀，倒要看看他能借你多少钱。我3番2次给你机会，你却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记住，你凤家破产的那一天，我定让你跪下来道歉。谁向谁道歉还不一定呢。朱雀，
立刻向国主给凤小姐借500亿。你又不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，国主凭什么给你借500亿？宋青云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你看看这在座的各位，你丢人丢到全世界去了。夏凝月，为什么从来都不相信我？夏小姐，你不过是个前妻，手不要伸太长，管太宽。青云现在是我老公，我相信他。凤佳兰，你迟早被他忽悠1分不剩。你这个牛吹得还挺响亮的，随便装模作样的打个电话，我还说我能跟国主借，到账500亿。真的跟国主借到了500个亿，你真是我的好侄女婿呀！人不可貌相，即使你不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，哪怕就是一个冒牌货，我认你做我的侄女婿。那又如何呢？就算如此，不过跟我持平罢了。众所周知，我郭家背后是有黑龙军的，而你区区的凤家，能跟我们比得了吗？郭大帅是黑龙军的首领，也是龙国炙手可热的将军，更是国主眼前的大红人。凤大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她不过就是一个冒牌货而已。就算国主肯借他500亿，也不会给他实权调兵遣将。我郭家今天吞并你凤家，势在必得。过了今天，这个龙城将再无你凤家。你要是乖乖的把合同签了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凤家一条活路。至于你这个废物，你3番2次的坏我好事儿，把我郭家人不放在眼里，简直是找死。我看谁敢动我老公！宋青云，就算你是国主钦点的，你也是个冒牌货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龙殿之主。郭家家大势大，连军队都能调动，你干嘛要搅在其中啊？你是不是要等到闹出性命了才收手？这是我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你别管这个窝囊废了，他非要跟凤家站在一起死，又何必浪费口舌？况且他也不一定领你的好意。宋青云，你一个窝囊废，竟然敢在我郭家的生云宴上闹事儿，简直罪无可赦！完了，这次我凤家彻底的完了。凤佳兰，这一切都怪你，非要和这个废物搅和到一块儿。回头我得好好收拾。国家这是破防了吗？吞并凤家不成，打算用强啊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捣乱在先。等会儿我大哥就会带着黑龙军过来，随机一起来的。还有真正的龙殿之主战武豪，就算我现在弄死你这个冒牌货，过会儿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放手！谁敢？郭奉天还真是老谋深算呢，自己连面都不露，派你们2个来当出头鸟，用这个所谓的登云宴吞并凤家，再找个理由把我杀了，然后扶持一个假的龙殿之主做傀儡。哎呀，真是个一箭双雕的好计谋。可惜有我宋青云在，你们郭家休想得逞。宋青云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子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冒牌的，难道还真以为自己是龙殿殿主？不错，我就是真正的龙殿之主。你们郭家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我要是想灭了你们郭家，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。你少在这大放厥词！怎么，说你胖你还喘上？真以为披个龙袍就是太子了？你能假装龙殿之主，成为龙殿之主的赝品，已经是你的祖坟烧高香了。现在居然还想成为真正的龙殿之主，简直是可笑！你妄想成为真正的龙殿之主，宋青云这个窝囊废，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宋青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真当自己是龙殿之主了？你不要命了？夏凝月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说什么做什么都与你无关。今天
我便替国主好好敲打敲打你们郭家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来，经查，避免伤了我们的贵宾。各位移部，我们郭家有私事。请。我们也走吧，别管那个废物了，他得罪了郭家，自寻死路。走了，先生。再来，你们也先回去吧，我能处理。那你小心点。宋清源，当你死了，我把你大卸8块，剁碎了喂狗，奏导，杀了他！是你，龙主，救我！你居然是我国奸细！对，从来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活着出去，你是第一个。宋清源，他是倭国战力排行第1的彻野军，特地为您准备的，满意吗？啊？正好，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哈哈哈哈！我重新送你上路。彻野军的究极因素，千杀水降，无人可敌。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当年是我一时大意，才被你暗算。现在你连我一根毫毛都碰不到。我身为大倭国战力第1的杀手，居然输了！我说过，你现在连我一根毫毛都碰不到。有我宋清云在，你们倭国的阴谋休想得逞。中田大人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们大倭国迟早会吞并倭国。就这么死了，死了！我现在问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回答什么，要不然你们就跟他一样的下场。你敢动我们，我大哥不会放过你的。郭奉天通敌叛国，与宿敌倭国勾结，罪不容诛。我迟早要为他试问。你胡说！我大哥忠贞为国，怎么可能和倭国勾结？看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说，郭奉天把中田九一藏在哪儿了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你不要在这诬陷我大哥，诬陷我郭家！我郭家满门忠烈，你少在这给我泼脏水！不说实话！说！我大哥并不认识什么中田九一，不过他身边有一个幕僚，叫徐志平，这个家伙伸头不见龙尾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。薛志平就是中田九一，去死吧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回去告诉郭奉天，我迟早要把他跟他背后的老鼠连根拔起。宋清云竟然生了郭有春。昨日登云宴，宋青云不仅阻挠了我们郭家吞并凤家，击败了彻野军，还伤了我三弟郭有春。我早就说过，此人非常难缠。凤天君，该你出手，伤我手足，宋青云欺人太甚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大帅，骆家骆成求见。哦，就是那个骆家的私生子。
有意思，让他进来。拜见郭大帅，洛尘特来向郭大帅投诚。哦，大帅，我曾经在龙殿待过，任职龙卫时，掌管3千龙卫军，今年才退役回洛州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宋清源是真正的龙殿之主。你是在质疑，怀疑他是个冒牌货？洛尘并非此意。夏凝玉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的现任女友。宋清源与她离婚之后，夏凝玉心中仍旧惦记她，奇耻大辱。身为男人，我岂能忍？想不到你和我三弟一样，都被宋青云给戴了绿帽子。我会扶持你的。洛尘愿为郭大帅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大帅，夏宁与宋清源有一个儿子，名叫宋子俊。我们想除掉宋清源，可以宋子俊为诱饵，何愁都不上钩。好，除掉这个野种，你和你的女友可以长长久久。大帅，我一定不会错。夏宁，你别怪我心狠手辣，若不是你跟你的儿子还有用，我根本就不会让你们娘俩过来阴间。这倒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想办法用这个孩子的血浸泡傀儡7日。3日后，郭家将举办一场私人拍卖会，告诉夏凝月，郭家可要他前来。我哥的伤势怎么样？病人伤到了筋骨，需要休养，不可懒惰。宋青云这个废物，竟然敢伤我！还有凤家兰这个婊子！这对狗男女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大哥不是要举办一场私人拍卖会吗？这笔账是时候和他们算了。哥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让大哥帮我报仇了。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万四，去找大哥一趟，让大哥派人送一张私人拍卖会家的金函。这次郭家并通过凤家没能成功，元气大伤。我看啊，在短时间内，他们不会再对我凤家下手了。妈，咱们凤家总算渡过难关了。幸好嘉兰和那个索罗达成了海外合作，才让郭家呀投鼠忌器。老四啊，听说在登云宴上，索罗先生看在嘉兰的面子上，为我们凤家资助了500个亿。这别的不说，妈，这嘉兰这丫头还算有些本事。哎，对了，这嘉兰怎么还没回来？嘉兰，快坐！功劳都让凤嘉兰那个死丫头给抢了，这让我怎么重新夺回凤家的继承权？你们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张总，这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？多亏了你呀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凤家就被郭家并吞了。如此，这郭家要再敢对我们凤家下手，那他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看这一切都是这死丫头的错，她得罪了郭家，惹了祸，她不出面解决问题，谁解决？九川说的对，要不是你呀，
当初拒绝了郭少的求婚，非又要跟着那个冒牌货在一起，得罪了郭少，才惹出了这么多的祸端。虽然我们凤家解除了危机，但是黑龙军副官到。我代表郭大帅不请自来，还请凤老夫人莫怪。此乃郭大帅私人拍卖会的邀请帖，届时郭大帅会亲临，特邀请凤家前往，不知凤老夫人意下如何？这郭大帅的私人拍卖会，郭大帅亲临？是，邀请帖已经送到，在下就不多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大帅还有句话要告诉各位：郭家黑龙军所向披靡，锐不可挡。得罪了郭家，不知道凤家是否能承受得住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先前再怎么打闹，这个郭大帅也没有介入其中啊。我家手握兵权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我们凤家再怎么商斗也斗不过郭家呀。现在郭大帅派副官送来邀请帖，这明摆着向我们凤家出手呀！看来我们凤家要大祸临头了。要不说这一切都怪你，要是在登云宴上，你老老实实的给郭大帅道个歉，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吗？现在好了，郭大帅得罪了，他的副官都找上门了。要是在拍卖会上，郭大帅发了难，我凤家可就死定了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不敢去，我陪家人去。宋清云，你还敢出现？当初不是你死皮赖脸的要攀附我们凤家，霸占她丈夫的位置，得罪了郭少，我们凤家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郭大帅的黑龙军再厉害，还打得过龙殿之主的龙卫军吗？可他只是个冒牌货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龙殿之主啊！你是怎么？你脑子进水了吗你？佳兰啊，我看这样吧，趁着郭大帅还没发怒，你去郭家登门谢罪，就说你愿意嫁给郭三少，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误会，我凤家才有一线希望。绝不可能！我已经和青云领证结婚了，我这辈子都是他老婆，所以绝不可能嫁给郭佑春。人最好死了这条心，想都别想。这是凤家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，明日郭家的拍卖会上，你给我跪着给郭少把事情说清楚，否则我把你赶出凤家。把嘉兰赶出凤家，配吗？就你们这群冷血无情、利益至上的豺狼虎豹，不就是欺负嘉兰孤身一人，想挖空心思拿走她的资产和股份吗？有我宋青云在，你们休想！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登云宴上，你不说凤家一分为二吗？好啊，那从今日开始，凤家兰自立门户，与你们划清界限。你个外人，敢管我们凤家的之事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凤老夫人，她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凤家兰已脱离凤家，自立门户。凤家兰手里的资产和股份，他会全部带走啊！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索罗先生与凤家的合作，往后也只会跟凤家兰一人合作。你们凤家其他人休想分到一杯羹。他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姓宋的，你别在这挑拨，你就是个开出租的，商业上的事儿你懂个什么？佳兰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说什么分家不分家的啊？佳兰，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你这样做，咱才对得起。小叔，那我倒想好好问问您了。您在登云宴上当众宣布凤家一分为二的时候，可有想过
对得起凤家的列祖列宗吗？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能说两家话呢？你小叔呀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但我可没有跟你们开玩笑。凤家兰，当初老爷子让你继承凤家，可没有让你把凤家一分为二，自立门户啊！你这样子的自立门户的话，怎么对得起老头子的在天之灵啊？你们不想分家也可以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整个凤家由凤家兰一人说了算。毕竟你们现在所有人的资产加起来，也没有凤家兰一个人多。往后呢，你们要是老老实实的，嘉兰也会对你们毕恭毕敬。但如果你们继续在背后胡作非为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敢威胁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他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分家，好，那从今日开始，凤家由我凤家来。你们最好别在我面前倚老卖老。好，凤家兰，你翅膀硬了。若没别的事儿，你们就请回吧。好，嘉兰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凤家你说了算。有一个条件，在拍卖会上你必须解决好郭大帅的发难，否则咱们凤家一分为二，你出门自立门户。好啊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凤家由凤家兰一人说了算。这话可是你说的。走，我们走。明日郭大帅的拍卖会恐怕是一场鸿门宴。那又怎么样啊？尽管放马过来，相信你老公的能力，有我在你背后撑腰，郭奉天不敢找你麻烦。当然相信你啦，但是现在外面都在传你是冒牌的，不是真正的龙殿之主。怕什么？10日后国主会为我举办出关宴，到时候自见分晓。2个月元钱。夏宁月居然会有这次拍卖会单独的邀请函。凤大小姐好。凤小姐，你身边这位是没有收到单独的邀请函吗？我跟宁月可都熟。他没有收到单独的邀请函又怎么样？我能带他进去。虽然你蹭凤大小姐的邀请函也能进去，但是你上次把郭家的登年宴等，我们之所以不给你单独的邀请函，就是不想出现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啊！你今天来是想把郭大帅的私人拍卖会弄去吧？洛尘说的对，没有收到单独的邀请函就不要过来了，免得惊动了郭大帅。一个小小的拍卖会，我宋青云赏脸前来，是他郭奉天的荣幸。你胆敢口出狂言，对郭大帅不敬！这里是郭大帅的场地，你也敢闹事儿？你就不怕黑龙军出现，将你碎尸万段？宋青云，你赶紧走吧，别惊动了郭大帅，吃不了兜里。洛尘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歹也是龙殿的人，当过龙卫士，从龙卫军退役出来。黑龙军敌不敌得过龙卫军，你心里不清楚？你觉得我会怕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今日郭大帅亲你，我看你能嚣张到何时？我老公嚣张到何时，我凤家兰便陪他到何时。陆小姐，不知今日前来打算拍些什么？我拍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洛尘，你不过是洛家的一个私生子，别敢在这里对我老公指手画脚。洛尘，拍卖会就开始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宋清远，你可千万要把凤小姐伺候好，否则回头被扫地出门，你哭都没地方。最真贱！你居然敢打我！这里是郭大帅的地盘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洛尘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当了郭奉天的走狗？不然就凭你一个私生子，怎么会突然掌权了洛家？洛家好歹也是龙国的第2大势力，比你出身高贵的子弟不知道有多少，不然就算排队也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。一条乱吠的狗而已，我打了你又怎样？宋清云，要你死！来人，有人在这闹事儿！宋清云，还没到拍卖场就在这闹事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心啊？我们走。宋清云，怎
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踩到脚下，让你跪地求饶。就算你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，那又如何？先生，请验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带他进来的。凤大小姐有所不知，郭大帅此次的私人拍卖会，拍品极其珍贵，只有单独收到邀请函的人才有资格参与竞拍。像他这种蹭邀请函进来的人，就必须要验资，只有手里资产超过10亿，才允许竞拍。区10亿而已。哦，你拿得出来了？难不成你又打算找郭台铭？不过10亿还不需要我们国。你少在这里说大话！以凤家如今的处境，就算是凤大小姐，也不可能一口气拿出来10亿资金吧？清源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手上确实没有10亿的资金，钱都在公司里面了。要是1-2个亿的话，我还拿得出来。没事，我能解决。宋清源，别吹牛皮了，不然我给你个建议吧。现在跪下来求我可以考虑替郭大帅求情，免了你的验资。你配吗？宋清源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拍卖会可马上就要开始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验资吧。10亿美金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的身价岂是你这种目光短浅的跳梁小丑可估量？很好，等郭大帅来了，有你好看。清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索罗给我的。今天的拍卖会，你想要什么，我给你拍什么。宋清源，听说你在我们国家拍卖会门口把我们给晕倒。我不过是打了一条乱叫的狗，原来在你们郭家眼里，这条狗是贵宾呐！小子，今日我大哥亲临，你还敢如此的嚣张？无妨，拍卖会结束之后，定把你打断四肢，拖出去丢个喂狗。宋清源，郭大帅今日把郭家的4大金刚都找了出来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冒牌货，就算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，都要甘拜下风。清源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郭家这4大金刚从小以奇药淬炼，武功高强，身手不比4大护法差。郭奉天之所以能掌控黑龙军，多少跟他们也有关系。怎么，你想把我赶出会场啊？不，那倒不至于。不过，如果你现在跪下来给我道歉，我倒是可以在拍卖会结束之后留你一个健全的尸体。还有你这个贱，现在立刻跪下来给我道歉，不然我把你卖到窑子里，千人睡，万人斩。郭有春，你另一个肩膀上不是想多一个窟窿？大胆！你竟敢威胁三少！别怕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现在要找茬。哥，别耽误大哥的正事。知道了。拍卖会结束之后，我饶不了你们这条狗。走吧，走。尊敬的各位贵宾，久等了。本次拍卖会一共9件拍品，全都是世间珍品。第一件拍品是来自北宋汴京官窑粉青幼兽耳扁平，此乃世间孤品，起拍价1000万。 1500万，2000万，2000万一次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个亿。疯了！你花1个亿买一个瓶子，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。恭喜这位先生！第二件藏品呢，是来自82年的果酒一瓶。这瓶果酒呀，现在国库也只剩3瓶，价值1000万，起拍价3000万，是世间精酿。3个亿。又是他，花3亿买一瓶酒，疯了吧？这不是凤大小姐的老公那个冒牌货吗？就他那样，肯定分不清这些拍品的实际价格，在这里乱拍。恭喜这位先生！接下来第3件拍品是一套紫钻水晶项链。这是爱德华8世送给温莎公爵夫人的定情信物，
所以说它价值连城，起拍价4000万，4个亿。你故意乱说。谁规定不允许我这么喊价的？再说了，我验资过了，我有10亿美金，这些拍品我拍得起。好，你有种，有本事你就把全场的拍品都以10倍的价格拍下来。宋清源，如果你的这些拍品拍下了这些钱你付不起的话，别怪我把你剁碎了扔出去喂鱼。恭喜这位先生，第4件5个亿，第5件8亿，第6件10亿，第7件12亿，15亿，20亿。恭喜这位先生承包了本次拍卖会。各位，今日可算是开了眼了。这位以起拍价10倍的价格包场了本次拍卖会，一共是78亿。就算你有10亿美金，那也不够。他这不是明摆着捣乱吗？故意在这乱叫价。郭大帅的私人拍卖会上捣乱，怕是不想活了。宋青云，你赶紧和郭大帅道歉。第一次来拍卖会不懂规矩，情有可原。你好好跟郭大帅说，兴许他还能原谅你。宋清源，你惹了我，不，还有在我大哥的拍卖会上闹事。等拍卖会结束了，我定把你剁成碎片。连郭大帅的权威都敢挑衅，你就等着被凌迟处死吧。是吗？此刻郭奉天站在我面前，他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宋青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郭大帅手里握着黑龙军，不是你能得罪的人。再说了，你不过是个冒牌货。夏小姐，我老公说什么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前妻。凤小姐，你任由他胡闹，是害了他。你们害怕郭奉天不敢得罪我，宋青云可不。在我眼里，他郭奉天什么都不是。像你这种废物，在我眼里就更不值得一提。你放肆！夏小姐，你与宋先生有过6年的婚姻，并且还孕有一子，你居然连他的为人都不清楚，难怪会放弃宋先生这样的珍珠，选择他这种人。说了这么多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买得起这些拍品。先生，这些拍品一共78亿，拿不出这些钱，你就别想活着走出来。你觉得这里谁能留得住？我能留得住你。大哥，宋青云这个废物在您的私人拍卖会上在捣乱，把你的私人物品以及这些竞拍品全部拍下来。但现在我不，原来是你这个假冒龙殿之主的冒牌货。郭奉天，我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，还是个冒牌？你心知肚明。我不管你是什么，今天你必须把钱给付了，否则的话，这件事即便是闹到国主那里，也是我郭奉天占理，而且包括跟你相关的女人，还有你的孩子，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，轻则流放千里，重则五马分尸。不要啊，郭大帅！宋青云，你作死就作死，不要连累我们的孩子。子君要是有个好歹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放心，牵连不了子君。不就是70多个亿吗？我宋青云付得起。宋先生，这是江北商帮的资产卡，里面有100个亿。现在够付了。即便如此，但我也不为难你。今天拍卖会上的所有拍品，你都可以拿走。而我并不打算。什么？今天你是来砸场子的？没错。快走快走！郭大帅发怒，怕是要血流成河了。这疯子惹了郭大帅，简直是找死！我还想多活些时日。郭奉天，你何必再装模作样？今天这场拍卖会本来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？你故意给夏宁玉送单独的邀请函，又故意害你的副官去凤家施压。既然如此，我怎么能不如你的愿？
那也是你们侮辱我们国家在先，嫌弃3弟的老婆，又打伤了他，今天又打闹我郭奉天的拍卖会，这所作所为，论罪当诛。4大金刚何在？郭大帅，还请您息怒。国家4大金刚自然是威震远民，至于我和3少之间，只是有一点小误会而已。您把他们搬出来，实在是大材小用。青云都是为了我愿意向您道歉。闭嘴！你个贱人，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吗？晚了，现在就算你跪下来求着我和我结婚，我也不要。郭大帅，宋青云他只是个普通人，虽然行事乖张，惹怒了郭家，但是您权高位重，就不要和他这个凡夫俗子计较。凡夫俗子，这样的一般人怎么敢闹我郭奉天的拍卖会场？大哥，你还跟这个废物废话什么呀？把他杀了，你泄我心头之。既然我弟弟不原谅你，那我这个做大哥的，自然会给我弟弟撑腰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这句话我送给你。敢冒犯大帅，看你就是想找死！呀！队长，在我国家4大金刚面前，即便是你搬出了龙殿的4大护法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宋清源，国家的4大金刚一人就可抵挡千军万马，今天你死定了。北叔，麻烦你先送嘉兰离开。是。你也走，照顾好自己。麒麟，你也带老三离开，免得待会儿打起来误伤了你们。郭奉天，你和中田九一勾结，通敌叛国，我都已经知道。你若现在收手，去国主面前认罪，我还能留你郭家一线生机；否则，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还能回得去龙殿吗？杀了你之后，我会找一个替代你的傀儡替身，在10日之后，国主为你举办的出关宴上，我会坐实他是真正的龙殿之主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龙卫军就会为我所用，整个龙国就控制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你以为你阻止我吞并凤家，断了我郭家的财路，没办法了吗？我们郭家的底牌不是你能想象的。识相的话，你现在选择自尽，到时候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就凭这4个走狗，想要我的命，可笑！4大金刚听令，是，杀了他，我重重奖赏。真死！你们4个一起上吧！想不到你竟然有如此高的功力！龙殿4大护法的武功都是我教出来的，你这4条狗的功力都是拿药力维持出来的，想要杀我，可笑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想要杀我，下辈子通敌叛国，罪不容诛！住手！让开大帅，否则我杀了他！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下来！宋青云啊，宋青云，没想到你虽然打败了我的4大金刚，徒手接住了子弹，但是你的前妻和现妻却在我手里，这是你的软肋，注定你会输给我。放了他们，让我放这个没那么容易，除非你吃下我这个化功丹。秦云，你别嫌他，你要是吃了他，下一秒就会杀了你的。给我闭嘴！打我老婆，吃还是不吃？行，我吃。
就杀了这2个女人。用这2个女人废了一轮武功，划算！把这2个女人给我杀了，还有你，去死吧！找死！你们没事吧？快走！宋青云，你吃我那化功丹，1个时辰之后，你的功力将散尽。出国宴之日，便是我控制整个龙皇之时。哈哈哈哈！你们没事吧？今天谢谢你。没事吧？吃化功丹要不要紧啊？你当我是傻呀？清源，那我先去找子俊了。我送你回去吧，你现在一个人太危险了。可以，走，我陪你一起。冯小姐，虽然他吃了化功丹，武功继续沦为废人，可活着始终是个隐患。斩草除根这事儿，就交给洛尘去处理。只要洛尘按照我的吩咐去布置，我就可以用傀儡之术操控宋子君，让他杀了宋青云。看到他们父子相残，一定会很精彩。参见龙主。我召你前来，有要事。郭奉天确有谋反之心。出国宴那日，请国主不要亲临设想，派替身前来即可。我自会亲临露面威压。属下明白，龙主打算怎么做？出关宴时，你们4大护法各派1支龙卫军前来，瓮中捉鳖。郭奉天选择那日动手，若是成功，中田九一必然会露面，到时候一网打尽，将这些魑魅魍魉通通拿下。属下领命。喂，青云，子君昏迷了几天了，去医院也查不出病因。你别慌，我马上过来。宁月，你别担心，子君没事的。之前子俊生病，吃了天山雪莲之后都活蹦乱跳的，这怎么突然又病了？这连续昏迷5天了，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啊！宁月，你别着急，我这不是找来了燕京最有名的道长。夫人莫急，小少爷这是得了失魂症，才一直昏睡。待我开坛做法，给他召回魂魄，他便会醒来。道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还需夫人给我继续小少爷的头发。宁月，这是招魂做法的步骤。宋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打电话叫他来的，毕竟他是子俊的生父。让子俊醒过来，我自有办法，还轮不到用这种不入流的把戏。放屁！岐山道长的能力在燕京都是赫赫有名，你少在这诋毁。奇怪，明明一切正常，怎么会昏迷不醒呢？子君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出去，马上找国主，再要1颗龙丹丸。龙主，上次你给夫人吃的是最后1粒龙丹丸，国主那已经没有了。知道了。你有办法让子君醒过来吗？你先别着急。宋金云，你该不会是不愿意救子君？你都能跟国主借500亿，为什么就不能再跟他借着灵丹妙药？亏你还是子君的生父。宋青云，你也太心狠了吧！子君是你的儿子呀，你能帮凤家兰向国主借500个亿，你就不能求国主救子君一命吗？宁玉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不救子君。可是子君现在就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你把他救醒啊！宋金云，你不仅不救子君，还拦着岐山道长不让救，你还是不是？宋青云，我就不该叫你来，这个畜生！夏宁玉，你冷静一点。夫人，稍安勿躁，贫道可以继续开坛做法，为小少爷招魂。道长，那就麻烦您了。
等一下，招魂，你什么意思？子俊得了失魂症，要招魂回来才能行。宋青云，你别在这妨碍。宋青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不救子俊，还不让道长救了？我倒要看你们捣什么鬼！回魂！私だ。わからましだ。傀儡术。子俊，你醒了。子俊，你有没有不舒服啊？子俊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道长，我儿子他怎么了？呆呆的，没有一点反应。夫人莫慌，请将这碗水给小少爷喝下去，就会恢复正常。慢着！你在水里面放了倭国特有的鬼罂素，有致幻的作用。区区蝼蚁，竟敢质疑贫道的岐黄之术？这碗里面是我特意调制的药。你今天故意过来挑事儿的，你不救他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妨碍我们救他，宁远还不赶紧为他喝下去！夏宁远，我也是子俊的亲生父亲，我不可能狠心不救他。宁远，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。夫人，小少爷刚刚回魂，若不及时服药的话，那么以后可能会一直这么厮杀下去啊！宋青云，你把碗给我！你休想害我儿子！宋青云，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恨你一辈子。子俊，你好了，爸爸来了。夫人，既然孩子已经好了，那么我也该告辞了。啊，请夫人将我的诊金打到我的账户上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宁远，你先照顾子俊，我去送道长。子俊也好了，你走吧。妈妈，我想打打牌。子俊，你还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我很好。爸爸，我想吃苹果。爸爸给你削皮。来，给爸爸。子俊，你干什么？别动！子俊，千万不来。子俊，你干什么？我是爸爸。傻子就是你！哎，青云。宁远，子俊现在被人控制住了，你赶快找找屋里有没有娃娃之类的东西。你快点！子俊现在力气特别大。佳佳，给你。我个傀儡术！去死吧！这个公子还真是变异。傀儡术被破解了，没关系，只要奉天君谋反成功，再杀你，易如反掌。你要带他去哪里啊？子俊，我先带回去照顾，他现在留在外面很危险，你要是想见他，随时来见。你没事吧？小生，我爱。洛尘，今日之事与你脱不了关系，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，你们有什么可以直接冲我来，但是你们胆敢伤害子俊，我定将来抽筋剥骨。龙殿之主的出关印禊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小叔，凤老夫人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郭家私人拍卖会上，你不道歉就算了，你还纵容宋青云闹事儿。郭家已经放出话了，
让你和宋青云偿命。自己愿意作死，可别连累我凤家。你从今儿起给我滚出凤家！你带上你所有的资产和股份，也得给我滚得远远的。我们凤家没有你这个不孝孙女儿。青云，你回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一会儿再跟你细说。你们过来是要分家啊？怎么不分家，还留着你继续祸害我凤家吗？哼，都是你们这两个狗东西，不分家还被你们俩牵连死吗？你们可考虑清楚了。我们考虑得很清楚，你也不要用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凤家兰一个人的合作来威胁我们。郭家已经放出话来，你就是掌握再多的资产也白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凤家兰便与你们彻底割席。恕不远送。你好自为之。九川，我们走。哟，郡主，您都来了。这出关宴呀，是国主特意为龙殿殿主郑武侯将军所准备。我久闻郑武侯将军之大名，今天有幸目睹他真容，不得不来啊！居然连郡主您都没见过郑武侯吗？这个人呐，他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哪见得到他呢？不过这次出关宴，我就不信还见不到他了。龙殿殿主闭关6年，私底下都传言他已经死了。今日出关，你看这龙国的各大豪门贵族都削尖了脑袋前来赴宴，就是想在他面前露露脸。哎，你可别说，外面还真有个冒充郑武侯的冒牌货呢。燕京凤家大小姐凤家兰到。郡主，你看凤大小姐身边这位就是假冒郑武侯的冒牌货。凤家与郭家的矛盾，整个燕京人都在看。一会儿等郭大帅来了，咱们可有好戏看喽。你们可不知道，凤家前2天一分为2了。这凤家来啊，出来自立门户了，剩下凤家那些都跟了郭家。有个有意思的事情，凤家大小姐的出关邀请函是朱雀大人亲自送来的，但是凤家其他的人就没有拿到邀请函。难怪这凤家只有凤家兰一个人前来，这倒有点意思了。今日出关宴非比寻常，没有邀请函是根本进不来的。那个冒牌货能得到单独的邀请函，非比寻常啊！郭大帅到。我看你胆子不小啊，竟敢出现在龙殿之主的出关宴上。我有何不敢？你现在只是一介普通人，我暂且饶你不死。如果你离开燕京，隐姓埋名，远去他乡，我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找你麻烦。而你现在呢，却胆大妄为的出现在出关宴上，真是自找死路。郭凤谦，若不是你手段卑劣，我早就取了你的狗命。此人胆子真不小，敢跟郭将军这么对话。郭将军身后的黑龙军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就是个冒牌货罢了。一会儿真正的龙殿之主来了，那他可就连个棋子都不是，毫无利用价值。郭家想要捏死他，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凤家兰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和他离婚，嫁给我，不然我大哥会把你俩剁碎，拉到乱坟岗被告。我老公比你强1000倍万倍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要我和我老公离婚，嫁给你，你配吗？至于像郭大帅这种伪君子，就只会使用下流手段，除了会利用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当人质，还会什么呀？好的很。我看待会儿黑龙军来了，把你们碾碎的时候，你们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？这凤大小姐好大胆子，竟然敢当众怒骂郭大帅。郭家的3少，据说在郭家的出云会上把腿摔了，到现在都不好。今日龙剑之主出关宴，不能携伴入场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
你是否有单独的邀请函？我来这里不需要邀请函。宋青云，你好大的狗胆呀！今天是龙殿之主的出关宴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给老子滚出去！你也不想想你的身份，在场诸位又是什么身份？你一个冒牌货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？你就这么确定我是冒牌货，不是真正的龙殿之主？放肆！你好大的狗胆！区区一个冒牌货，混进了出关宴不说，还妄称自己是龙殿之主。今日宴会非同一般，来了不少皇亲国戚，就连国主也会亲临。而你混进宴会是什么目的？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要么自枪，否则郭奉天，我现在也给你一个选择，把中田九一交出来，脱下你这身军装，跪行到国主面前，自述罪行，这样才能给你们郭家留一线生机，否则株连九族。我看你是不是假扮龙剑之主时间长了，以为自己都是真的了？看你真的是想死！来人！龙殿四大护法到。这龙殿四大护法都来了，这龙殿之主估计也快来了。说不定到时候国主和龙殿之主一起龙殿。想必各位都清楚了，这场出关宴是国主特意为龙殿之主镇武侯举办。镇武侯自从平定东疆之乱之后，一直闭关修炼，至今已有6年未曾在公开场合露过面，以至于有坊间传闻称他早已死亡。国主用冒牌货以安民心，防止哗变。那原来这些都是谣言。郡主，这些当然是谣言。龙殿之主自始至终都是真身，可不曾有什么国主钦点的冒牌货出现。这么说，你连个冒牌货都算不上。凤嘉兰，你个蠢女人，到现在了，还被这个小子骗得团团转。他现在连店主都不是了，亏你还要继续跟着他。这人也太会借势了吧！怕是没少打着龙殿之主的名声，在外面招摇撞骗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这个人带走，省得扰了出关宴。来人！放肆！郭大帅带兵来出关宴，是想造反吗？朱雀大人，此言差矣。此人连假冒的龙殿之主都不是，而且他没有单独的邀请函，他是混进来的。我赶他出去，理所应当。郭奉天，你以为今日我还会允许你像在凤老夫人寿宴上那样，让你混淆视听吗？他就是真正的龙殿殿主。龙殿护法朱雀，拜见龙主。龙殿护法青龙，拜见龙主。龙殿护法玄武，拜见龙主。龙殿护法白虎，拜见龙主。他竟然是龙殿殿主真身！都起来吧。是。他怎么可能是真的龙殿殿主？不可能！来人呀！来人呀！把他给我抓走！把他给我抓走！你不可能是真的龙殿殿主！我也觉得他不可能是龙殿之主真身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郭奉天，你想要造反不成？发生何事啊？竟然如此喧闹！拜见国主，请起吧。谢国主。国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此人明明不是龙殿之主，可龙殿的四大护法指鹿为马，偏偏说他就是龙殿之主，其心可诛啊！您觉得呢？郭大帅说的对呀，他并非龙殿之主。你们4个要干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四大护法说他们是，郭大帅和国主说他们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国主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我就是龙殿之主啊！国主，您再仔细看看。国主都说了，不是龙殿之主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
楼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说过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这里已经全部被我黑龙军包围了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不过在你死之前，我可以让你知道，你所呵护的天下从此更名换姓为郭了。郭奉天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都照你说的做了呀！现在写禅位诏书给我，我可以放你一条。我写呀！诏书已经找人替你写好了，你过目一下，没有什么意义，就在上面盖上龙印，这个是真相。我无异议，无异议呀！可是这国玺我可没带在身边呢。郭大帅，这下可以了吧？算你还识相。郭大帅，你敢谋反？郡主，此言差矣，是国主主动写禅位诏书于我。你们还有谁敢质疑我郭奉天得位不正？郡主，现在你意下如何呀？参见国主，参见国主。都起来吧。看来你们4个是不愿意承认我这个新国主了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枪毙了！奉天君何必如此的心急？让我和我的老朋友叙叙旧。中天主义又见面了，果然是你这只臭老鼠在背后捣鬼。你听没有？还真是的，几次3番都死不了。不过现在，奉天君是龙国的新国主。迎接你的无名死期，是吗？你不是吃了化功丹，怎么还有武功？放开他，否则我一声令下，让你们这些人都打成筛子！你要是敢杀我，奉天君不会放过你。郭奉天，你真的以为带着黑龙军包围了就万无一失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帅，不好了，我们黑龙军全部覆灭了！什么？想不到黑龙军如此不堪一击，这么快就被龙卫军解决。中田将军，这一招瓮中捉鳖如何呀？是你故意设的局。若不是为了引你现身，我何须等到现在才出手？你这只臭老鼠，该去死了！我杀了他！你们若是放下武器，认错投降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龙主令，监令如见，龙殿之主，他才是真正的龙殿之主。有龙殿之主在，我们有救了。交枪不杀，你们是想死吗？你们都不许放下枪，谁要放下枪，我就杀了谁！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郭大帅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就是国主替身。宋青云，算你狠！是我郭奉天技不如人啊！大哥，大哥！国主威武！郭奉天勾结宿敌倭国，包藏祸心，谋反叛乱，罪无可赦。国家没收全部资产，流放3000里，其让一落家，迁出燕京，罚款1000亿。龙殿之主郑武侯平定郭家叛乱，以安社稷，壮烈伟功，国之砥柱，特赐黄金1万两。
龙主为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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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主为虎。等久了吧？也没有很久。对了，夏小姐把子君接走了，她说打算回武城。也好，这是她让我交给你的。都过去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